心理是灵魂的通道，灵魂出了问题，需要心理师的疗救，但我们往往只注意生理上的疾病，而无视心理上的，于是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蒙受伤害。所以女心理师这部剧刚上线就爆了，女心理师首次聚焦心理问题，通过一个又一个来访者的故事，传递心理问题简单的疏解情绪的方法，并呼吁人们重视心理健康。女主赫顿是著名的心理师，她能通过专业全面的知识，让轻生女孩放弃自杀，重回正常生活。为了帮助病患，赫顿不惜违反制度，也要施以援手。看到陌生人晕倒，赫顿第一个冲上去进行紧急救治。博学、专业、温暖、漂亮，赫顿的人设十分完美。男主钱开义是电台主播，想创办一档心肺液化的情感类节目，帮助城市中孤独的人解决心理问题。钱开义帅气多金，活泼跳脱，和台里的同事领导关系非常好，因为欣赏赫顿的专业性，一直努力邀请赫顿成为搭档。赫顿和钱开义男才女貌，对生活充满热情，性格互补，十分般配。未来的剧情大概是赫顿和钱开义在电台接听一个个温暖的故事，二人在相处中情愫暗生，最后在一起。其实原著中的赫顿和钱开义人设并不完美，大结局中赫顿没有闺蜜，还嫁给了油腻大叔。赫顿原名柴酱香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为了养家糊口以色示人，但赫顿并不觉得母亲丢人，和面包相比，尊严不值一提。赫顿幼年时被继父侵犯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长大后，他不顾一切地逃离了屈辱的故乡，以赫顿的身份活着。他为了生活售卖劣势化妆品，挨家挨户推销，不乏有好色之徒，但只要对方买化妆品，他就可以做任何事。但一直卖化妆品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正值心理学发展时期，他所在的城市心理医生稀缺，于是赫顿边卖化妆品边报班学习心理学。一次酒吧放松时偶遇钱开义，酒后一夜荒唐。事后赫顿谎称是第一次，钱开义又心疼又珍惜，邀请他成为电台新节目的主持。赫顿利用学习的心理学知识在电台工作，不再卖化妆品，并保持着钱开义的情人关系。但这样的生活并不稳定，赫顿想要开心理咨询室。在考察办公室地点的时候，赫顿相中了别墅的一层，别墅主人是年过40仍未婚的跛脚男人百万福和他的母亲。赫顿和他们一家达成交易，只要将别墅一层给自己做心理咨询室，他就嫁给百长福。百长福相貌平平，有点秃头，工资平平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油腻中年男人。但赫顿为了心中理想，为了生活，还是嫁给了他。婚后赫顿一边开心理咨询室，一边在电台工作。钱开义在知道赫顿结婚的情况下，依旧和他保持着情人关系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。书中的赫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，她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只要能达成目的，她可以委身任何一个人。她利用了钱开义，也利用了百长福。赫顿没有朋友，还和最好的闺蜜决裂。她内心深处一直都是孤身一人，但她仍然向往光明，不顾一切的逃离家乡，为了更好的生活学习心理学，开心理咨询室。因为自己心中有不可磨灭的伤痛，赫顿一直努力帮助别人解开心结，解决心理问题。最后，赫顿终于放下过往，和钱开义一刀两断，和百长福过安安分分的日子。电视剧《女心理师》将赫顿人设改得近乎完美，这样也好，毕竟书中的赫顿过得太苦了。